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期待已久的《毒舌女王》第2季终于隆重登场了，我们也第一时间赶来分享本剧。故事一开始就回忆了上一季的内容，讲美第奇家族的孤女凯瑟琳如何华丽转身，成为法国国王亨利2世的妻子。在经历了丈夫意外死亡、儿子病故的一系列悲剧后，凯瑟琳终于排除异己，把未成年的儿子查理9世推上王位，自己稳坐到皇太后的位置上，手握至高王权。即便如此，她依然把自己的算计和野心藏在一袭黑衣之下，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当大家以为她终于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时，不曾想她用一个 F 开头的单词总结了这一切。女王一如既往地透过屏幕分享她的心得体会，生命的意义在于，为了生存，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女王的答案是，她愿意做任何事。故事来到1572年，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摄政10多年了。为了庆祝国王的成年礼，凯瑟琳安排了一次法国大巡游。此时的法国农民贫穷而愚昧，他们对腐败的天主教会越来越失望。皇室的巡游成为这痛苦生活里的一件乐事，不仅可以看小丑和杂耍表演，还可以近距离观看一身华服的国王。凯瑟琳的几个儿女挤在马车里百无聊赖，经历了一路的乏味颠簸，一个个疲惫不堪。国王查理9世的弟弟亚历山大安茹公爵对国王哥哥处处讽刺挖苦，查理9世尽可能地忍让着。当身着华服的查理9世在弟弟亚历山大安茹公爵、最小的弟弟赫拉克勒斯、妹妹玛格、姐姐伊丽莎白的陪同下站在马车前讲话时，忽然衣衫破烂的民众热切地扑了过来，查理吓坏了，卫兵忙着阻拦，红衣主教也被推倒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妇女跪倒在地，民众也跟着跪倒在地拜叩国王。女王得意地表示，永远都不要低估模范的力量。回到皇宫，吉斯家2兄弟就在枢密院会议上大吐苦水，认为这次巡游就是对王权秩序的挑战。波旁家的胖子开口讽刺，是对天主教的挑战吧？主教马上不爽了，争辩道，王权神授，要是民众都不信教了，国王也就危险了。女王秉承不偏不倚的态度，认为枢密院的责任就是让民众支持国王，而不是因为害怕上帝的惩罚和恐吓而支持国王。主教反驳，民众都是不会思考的牲畜，上帝的鞭子是驱使他们最好的方法。这种露骨的说法瞬间受到大家的反对。波旁家则认为现在是难得的和平盛世，法国与圣罗马、英国都和睦相处，国内也没有动乱，现在正是搞经济的好时机。波旁家的胖子提出与英国女王签订贸易协议，吉斯家马上反对，认为这是通敌卖国，英法两国教不同，不相为谋。波旁家则认为，让人民挣钱富裕才是王道，人民过得好了才会更拥护国王。女王觉得不能操之过急，虽然世俗化是一大趋势，但是得一步一步来。这一句世俗话就让吉斯家崩溃了。主教强调，天主教已经存在了1600多年历史了，绝不会在现在死去的。女王马上怼过去，那就你去死。主教瞬间无语，于是吉斯2兄弟把希望寄托在查理国王身上。没想到查理直接接了一句，我妈的意见都是最好的意见，瞬间就让吉斯2兄弟彻底闭嘴了。查理9世在枢密院会议上的表态很快就传遍了宫廷，亚历山大安茹公爵更是当面就嘲笑国王哥哥就是毫无主见的家伙。查理辩解自己只是在向母亲学习执政，但安茹不想放过这个表现自己的机会，不停地冷嘲热讽。此时的凯瑟琳也很不爽，女儿伊丽莎白和玛格对这次巡游怨声载道，认为母亲为了瓦卢瓦家族的声望不顾别人的感受。就在凯瑟琳和女儿们努力争辩时，宫女传来消息，查理9世和弟弟安茹公爵打了起来。凯瑟琳匆匆赶到，阻止了2人的闹剧。查理大声地埋怨母亲，就是因为他偏爱安茹才让他如此僭越。凯瑟琳询问安茹，安茹公爵觉得自己比哥哥更聪明，但却无处施展，要求进入枢密院，被母亲一口拒绝，警告他的责任就是要努力辅佐国王哥哥。要说这孩子多真是累人，青春期、叛逆期，加上个个都有野心上位，可惜王位只有一个，
这个当妈的深感孩子大了不由娘，苦闷的凯瑟琳独自来到树林里找术士，诉说自己不断重复的一个噩梦。一面镜子里有一窝蛋，但只有一只腐化成了鸟儿自由飞翔，其他的蛋都夭折了。术士提醒他，梦里有10个蛋，而他刚好有10个孩子，然后告诉他若有所求必有所舍。凯瑟琳想起丈夫亨利，她不愿意用孩子来做代价，扭头就走。术士安慰道，还好10个已经死了4个，剩下的选择起来就不会很难了，真是句句扎心。郁闷的查理九世询问妹妹玛格，母亲是否真的会让自己亲政。玛格鼓励哥哥凡事都要自己争取。拉希玛垄断了宫廷供货商的甄选权，并以此大吃回扣，而且还控制着宫廷的所有书信来往和内部消息，宫女们都是他的耳目。皇室重臣蒙莫朗西的养女伊迪丝专心于传教和教会的慈善事业，对养父支持皇太后很反对，话里带刺儿的挖苦让蒙莫朗西很无奈。吉斯公爵夫人忽然来看望儿子们，她认为自己不能对挑战吉斯家的行为袖手旁观。新教是吉斯家的最大威胁，如果按照新教的主张，民众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那么他的主教儿子就失业了，同时吉斯家也就地位不保。为此，必须让把持朝政的凯瑟琳皇太后明白，皇权是与天主教绑在一起的，没有天主教会的控制，人民就会迷失在谣言和愤怒里，到时候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达到这个目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挑起一场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让凯瑟琳知道2个宗教无法和谐相处，他就肯定要选择势力大根基深的一方。但儿子弗朗索瓦将军坚决反对，理由是玛丽王后在苏格兰的失败作为前车之鉴，所以母亲的计划失败几率也很大。吉斯公爵夫人对儿子的反对毫不介意，执意要开始策划此事，而且儿子弗朗索瓦也休想独善其身。另一边，波旁两兄弟对凯瑟琳王后在枢密院会议上的发言颇感欣慰，乐观地认为形势正在变得对波旁家有利起来。波旁家支持新教，并且希望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签订贸易协定。为此，胖子建议哥哥安托万把身为小国纳瓦拉女王的妻子和儿子亨利接回来，这可让安托万的恐妻症都快犯了。凯瑟琳找来蒙莫朗西，希望他帮助自己安抚一下查理九世。蒙莫朗西奉命前往，查理九世却认为蒙莫朗西完全低估了母亲对权力的野心，儿子已然对母亲心生嫌隙。玛格在回廊上偶遇吉斯家的弗朗索瓦将军，玛格谈起讨厌这次巡游，而且讨厌成为母亲手里的一个木偶。弗朗索瓦顺手送给他一本书，玛格随手打开书页。安托万的妻儿很快就被接过来，这个叫亨利的男孩将来会成为法王亨利4世，但这是后话了。由于安托万的妻子胡安娜是虔诚的新教徒，又是纳瓦拉的女王，因此波旁兄弟希望他能够帮助牵线搭桥，通过他认识的英国新教大臣联系伊丽莎白女王，表达波旁家希望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意愿。胡安娜倒很精明，她分析着，法国是纳瓦拉王国的威胁，又是天主教的天下，与笃信新教的自己可谓水火不容，帮助法国就等于在帮敌人的忙。但是往深里看，促进英法往来就可以利用英国的新教渗透法国，又可以提高丈夫在枢密院的影响力，可谓一箭双雕。不过安全起见，胡安娜觉得皇室对新教的态度才是决定这个忙帮不帮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提出，只要国王亲临新教教堂以示友好，那么自己就会全力促进英法贸易协定。说干就干，波旁两兄弟第2天就找到查理九世，一通马屁，拍得查理九世开心之余，大声宣布自己作为国王的梦想就是打造一个为人民造福的、没有战争的自由贸易世界。波旁两兄弟顺着话就邀请查理跟他们一起去参加皇宫附近的一座新教教堂的聚会，以证明国王的开明和一视同仁，同时还可以获得新教民众的支持。国王谨慎地答应考虑一下。吉斯公爵夫人顺利地从将军儿子的男朋友那里买来了2人的情书，然后用公开这些信来威胁儿子，儿子只能屈服了。
夜晚，国王忽然来找波旁兄弟，宣布趁着夜色马上微服启程去那座新教堂，但这一切都要瞒着母亲凯瑟琳皇太后。这座离皇宫近的小教堂正是伊迪丝传教的教堂，信众里还有凯瑟琳的陪嫁女佣和她的徒弟。正当伊迪丝朗诵着圣经之时，门外忽然马蹄声阵阵，弗朗索瓦将军率队围住了教堂，封上了大门，开始火烧教堂。得到消息的拉西玛冲进了皇太后凯瑟琳的房间，发现皇榻上赫然躺着蒙莫朗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凯瑟琳披上衣服来到儿子查理九世的房间，发现床上空无一人，恐惧感瞬间扼住了他的喉咙。好的，第一集的剧情就讲到这里。毒蛇女王在第一季获得成功后，第二季被苹果 TV 购买了版权，成为每周更新一集的剧集。目前更新到第一集，制片人依然是贾斯汀·海瑟，故事也是从第一季的女王逆袭，进而发展成现在的宗教战争以及家族内乱。权力之争永远是宫廷剧的主要矛盾，毒蛇女王也不能例外，只是这一次都是亲生儿女。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季新出现的重要人物。在上一季末尾登基的少年国王，现在已经成年的查理九世，他是凯瑟琳的第3个儿子。因为他原名叫夏尔·马克西米连，所以他也被称为夏尔九世。亚历山大·爱德华王子是凯瑟琳的第4个儿子，他被哈布斯堡家族选为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在哥哥亨利九世死后，他回到了法国担任国王，也就是亨利3世，之后被刺杀而死。本片中的赫拉克勒斯应该是凯瑟琳的最小的儿子弗朗索瓦·德·美第奇，他同样和哥哥亨利3世一样受封为安茹公爵，所以在本片中把亨利3世称为安茹公爵就很容易跟他搞混。弗朗索瓦·安茹曾按照母亲凯瑟琳的计划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求婚，当时弗朗索瓦·安茹才20出头，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已经40多岁了。凯瑟琳是希望儿子通过婚姻名正言顺地继承英国国王的位置，可惜最后失败了。弗朗索瓦·安茹于29岁死于霍乱，这场求婚是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伊丽莎白公主是凯瑟琳的大女儿，从小被父亲指婚给英国亨利8世和简·西摩的儿子爱德华6世，可惜这位英国国王还未成年就死了。之后他改嫁给了圣罗马大帝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2世。玛格公主全名叫玛格丽特，她是凯瑟琳活下来的孩子里最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波旁家安托万的儿子亨利。这场婚姻就是一场政治联姻，为了化解天主教和新教的矛盾。可没想到亨利与玛格的婚礼成为了血色婚礼，新教胡格诺派信徒万万没想到，他们千里迢迢赶来庆祝的婚礼成为了他们的葬礼。大概在毒蛇女王的本季里会讲这个故事吧。好的，本集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